我与于嫣相爱10年，我却死在了大婚前一日。他心有不甘，想用禁术将我复活。子清，我说过，穷碧落下黄泉，我心中唯有你一人。为了证明他对我的爱，他将我囚于容器中，日夜用修为浇灌我的魂体。转瞬100年，于青成了宗门最有威望的师尊，而我也堪堪练出人形，在他精心布置的结界中修炼。可后来，他新收的小徒弟却仗着自己天赋卓绝，擅闯结界，在看到我身上的首席道袍时红了眼。哪来的凡人，竟是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废物？你也配当师傅的弟子？今日我便让你知道，这问剑宗首席不是谁都能当的。他命人将我的衣服扒下来，叫来一群人凌辱我，甚至还将于嫣好不容易为我炼制的肉体做成了丹药，让我魂飞魄散。于嫣回到宗门那天，小徒弟得意洋洋地献上丹药：“师傅，此人冒充首席，徒儿已将他制成丹药，还望师尊享用。”我是于嫣心中不可触碰的白月光。100年前，我为了救他，死在了大婚前一日。于嫣痛哭流涕，抱着我的尸体，一步一叩首，跪拜1099级阶梯，厚德积怨。只要他在人间积满999件功德之事，便可重塑我肉体。为此，他不惜隐去身上的魔气，入了正道宗门传道授业。人前他是端庄如许的师尊，人后却是抱着容纳我残魂的容器哭泣的女人。只有我清楚，她是个多么偏执阴郁的女人。这天，于嫣为了修补我最后一点肉体下山布施，而我正欣赏着她昨日为我画的画像。结界处却突然传来松动的声音，师尊日日虚实便消失不见，直到第2日晌午才出现。我倒是要看看此处究竟藏了什么宝物，竟让师尊如此留恋。可是师兄，师尊说了，宗门里的结界不让我们擅闯，若是被发现，定要受罚的。哼，那都是吓唬你们这些外门弟子用的。我宋初望可是极品水灵根，入门后师尊连一句重话都不曾对我讲过，又怎会责罚我？对话声离我越来越近，我看着屋外浩浩荡荡的一群人，顿觉不妙。不说于嫣对我有多宠溺，她阴郁疯狂，眼底只有我一人，绝不容许外人染指。有一次，一个小女修不知怎么误闯了结界，正巧撞见我在沐浴。虽然我用术法封住了她的记忆，但得知此事的于嫣还是在第2日生生毁去了她的修为，将她逐出宗门。此后，我将结界完善了许多遍，就是担心类似的事情在发生。更何况，我如今肉体即将炼成，正是最为关键的吉日。若是被旁人打扰，极有可能前功尽弃。若是失败，于嫣恐怕真会发疯，屠了这问剑宗满门不可。为了他在人间的功德，我也万万不能让惨剧发生。于是，我连忙站起身，让他们离开。可刚走出去，对方看着我身上的宗门道袍愣住了，随即他勃然大怒，一剑刺入我的肩膀。贱人竟敢偷穿我们问剑宗的首席道袍，还敢藏匿在此处，日日勾引师尊。凌厉的一剑，肩上大片的血液喷涌而出，我眼前顿时一黑，随即而来的是接连的辱骂。大胆凡人，这里可是修仙界第1宗，岂是你能擅闯的？还趁着师尊下山偷穿我宗门道袍，仗着自己与宋初望师兄有几分相像，日日勾引师尊。我今天非要好好惩治你不可。我一愣，这才对眼前这个怒气冲冲的男人有了些印象。1年前，宗门附近的一处村庄起了虫灾，一家7口都死于天灾，只余下宋初望一个稚子。因被测出是极品灵根，好心的村民将他送上宗门。我肉身继承，魂魄不稳，宋初望的极品水灵根便是修复我魂魄的上好材料。尽管我百般劝阻于嫣不要为了我伤害别人，有损他的功德，但于嫣还是铁了心留下他，为的就是将他活祭，修补我的肉身。宋初望入宗门后，仗着自己的天赋，作福作威，搅得整个宗门不得安宁。本来于嫣打算等我重塑肉身后就将他逐出，可没想到他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此时，宋初望拔剑指着我，面带怒容：“你这贱人，知道师尊宠我疼我，便想着用这张与我相似的脸，竟偷偷跑来此处勾引师尊，妄图取代我。是吗？你误会了，不是这样的。”于嫣快要回来了，我不想生事，急着想让他们离开。
对上他急欲喷火的双眼，我冷静解释：此处是我一个人的住所，你们不该来的。若是被你们师尊发现了，你们少不了被罚。然而宋楚望却并不领情，他丢下佩剑，上前狠狠扇了我一巴掌。贱人，都被我找到屋子里来了，还敢否认？自我入宗门以来，师尊对我宠爱有加，要什么给什么。这整个问剑宗还没有我不能踏足的地方。你百般否认，不就是害怕我一怒之下毁了你的脸，让你不能再勾引师尊吗？说着，他指尖掐诀，瞬间我的身子重重撞上墙面，五脏六腑被震得生疼，鲜血从额角汩汩流下。我费力地咳嗽一声，支撑着站了起来。你这般胡作非为，就不怕于言回来了处置你吗？他身后的一群小弟子闻言哈哈大笑，果真是愚昧凡人，连楚望师兄在师尊心里的地位都不知道，就敢来勾引师尊。当年楚望师兄下秘境时，只是被灵兽稍微打伤了一些灵根，师尊都心疼得不得了。你是什么身份，也敢和我们师兄叫板？就算师兄真的弄死了你，撒个娇也就过去了。宋楚望也嗤笑一声，面带不屑地看着我。虽然师尊从未碰过我，但宗门皆说他对我一见倾心，身边又没有其他男人，与我双修是迟早的事。还好我多留了个心眼，否则真要被你捷足先登了不成？他用剑挑开我的外衫，在看到我脖间点点暧昧的红痕时，骤然冷了脸。贱人，你岂敢来人？把这贱人的衣服给我扒干净，再给我毁了这张脸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也配合我抢师尊？话音落下，他身后的弟子们狞笑着上前，束缚住我的四肢。我仓皇失措地挣扎起来，住手！你们不能这样，我可是于言合了婚帖的夫君。捆住我四肢的弟子们愣了。宋楚望气势汹汹地瞪着我，你说你与我师尊有婚约？自然。我手忙脚乱地抢回衣服披上，冷静解释道：100年前我肉身受损，于言来问剑宗做掌门，便是为了给我积攒功德。你们今日所为犯了他的大忌讳了，现在离开，我可以当你们没来过。我好心提醒，试图劝他们迷途知返。可为首的几人只是顿了顿，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。这人怕是做梦没睡醒，竟说出这样的笑话来，当真可笑。全宗门谁人不知，我们于言师尊尚未婚配，最宠爱的便是楚望师兄。你自称是他的夫君，也有问过他老人家的意见吗？哈哈哈哈！宋楚望也得意一笑，冷冷逼近我。确实如此，我本以为你有几分手段，能勾得师尊日日留恋，岂料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。我入宗门10年了，从未听说过你。你一个人类男子，10年前应当还是个幼童，又怎会是师尊的夫君？真是愚蠢，撒谎也要有个限度吧，蠢东西！今日我便要给你个教训。言罢，宋楚望冷哼一声，微微一抬手，身后的弟子们便狞笑着上前，继续给我扒了这个蠢货的道袍。几人迅速上前，抓着我的头发，掏出佩剑，一剑一剑刺入我的身体，血液顺着剑身缓缓流下，蜿蜒在地板，汇成一道血池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于言之所以隐瞒我的存在，是因为我如今是凡人之躯。他早年树敌太多，害怕有仇家找上门复仇，于是借着问剑宗的结界，和着宗门的正道修士守护我，他也好光明正大的圈禁我，占有我。可没想到，他心目中能守护我的弟子们，竟成了将剑刺向我的行凶者。眼见转瞬间，一柄长剑对准我的胸口，那里我融合了于言半生修为的心脏。我瞬间慌了，我真是于言的夫君？不信你们等他回宗门，亲自去问他。听了我这话，宋楚望非但没停手，反而将剑重重没入，再用力拔出。啊！我猛地喷出一口血，眼前瞬间发黑，剧烈的疼痛让我控制不住的在地上翻滚哀叫。我叫得越惨，宋楚望就越得意。他挑开我的衣衫，将我浑身捅得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，才满意的笑了。蠢东西，瞧你这副可怜的模样，浑身是血，还敢不敢勾引师尊了？我呜呜哀嚎起来，脸上流下血泪。你们会后悔的。失去肉身近100年，我没有一日不希望能重获自由。如今希望即将达成，我和于嫣又能重续前缘，过上神仙眷侣般的美好生活。可这一切都被毁了，如何能叫我不恨？宋楚望走到我面前，
用力擒住我的下颚，强迫我抬起头来，还敢威胁我们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正好，我也早就看你这张脸不顺眼了，不如给他剥下来，制成人面骨如何？他一个眼神，立刻有弟子递上一把小刀，刀身锋利，竟是触碰到我的脸，就划下几颗血珠来。见此，有女弟子开口劝阻道：“师兄，像他这种凡人，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若是师尊回来了，责罚于我们该怎么办？你怕什么？”闻言，宋楚望立刻狠狠瞪了他一眼：“你莫非是忘了师尊平日里对我如何了？别说一个凡间男人，我就是把宗门掀了，师尊也不会皱一下眉头的。”其他弟子也纷纷嘲笑他的胆小。这位师妹，你若是害怕，现在就可以离开。不过，等下回师兄派发丹药，可就没有你的份儿了。说不定师尊会觉得师兄惩罚贱人有功，奖励师兄，我们也与有荣焉呢。被他们这么一说，方才还害怕的弟子也稳住心神，重新扣住我的手。我被死死按在地上，眼睁睁看着宋楚望像刀子划过我的眼睛、眉毛、嘴唇。心中的恐惧无限蔓延，仿佛又回到了死前的那一天。我哭着落泪，我真是你们师公，求求你们放我一命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然而我的恳求没有得到他们的怜悯，反而更加激起了宋楚望的破坏欲。我想逃，却被他一剑捅了个对穿，死死固定在地上，手起刀落，一盏寒光闪过。我的面皮已被剥了下来，剧烈的痛楚过后，我再也撑不住，喷出一口鲜血，气息渐渐微弱。我躺在血泊里，只有出的气，没有进的气了。宋楚望把玩着我的面皮，心情颇好。虽然只是个凡人男子，但你的面皮若是做了人面骨为我所用，也是你一辈子的殊荣了。像你这样的贱人，师尊不过也就是一时新鲜玩玩罢了，有此结局也是你咎由自取。既然你这么想攀高枝儿，我便赏你几个金丹修为的修士，也算是圆了你的梦了。说完，他点了几个女修士出来，神色暧昧地说：“虽然这贱人已经毁容，但好在身段还不错，你们若是不嫌弃，也可以玩玩。对了，玩的时候可不要太大声哦，我可是要清心寡欲，将第一次留给师尊的。问剑宗修炼不讲究清心寡欲，宗门里的女修们也荤素不忌，并不排斥双修。如今宋楚望放话，他们个个都跃跃欲试起来。我软软地倒在地上，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。想呼救，可是一开口，喉间腥甜，竟喷出满嘴鲜血。眼前一阵阵发黑，迷蒙间，脑子里竟走马灯的闪过临死前于嫣抱着我的场景。那日，我与他一同下秘境，遇上了一只化神期修为的巨大灵兽。生死攸关之时，我为他挡下致命一击，自己却身死道消，魂魄飘散人间。那一日，于嫣抱着我的尸体，哭得三界震动。他后来求得复活秘术，将我温养在容器内。我有意识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疲惫不堪的容颜，每日每夜，他都贴在我身边，细细地讲述今日之事。我有了肉身，于嫣见我的第一眼，他便哭了。他找来世间一切天材地宝滋养我，灵根果使我皮肤细嫩，血草使我面若海棠。这些东西都是于嫣花了无数功夫才收集到的，他眼睛都不眨的就给我了。我变得容光焕发，他却舍不得碰我。他说：“沈子清，我们说好的，洞房花烛夜才可，此前应当恪守底线。可是于嫣，对不起，我好像不能来赴我们的约了。”渐渐的，我没了声息，几个弟子也停了下来，惶恐道：“师兄怎么办？这人好像是死了，死了便死了，慌什么？”宋楚望皱眉看着我，满脸嫌弃，还不赶紧将他给我丢掉。突然，他顿住了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我的身子。没了肉身的承载，于嫣从前给我找的药材便在此刻散发出清香，整个屋子都闻到了一众珍稀药材的味道。有弟子恨恨道：“师兄，定是他偷了宗门里的药材偷吃，怪不得您上回突破金丹师尊什么也没给你，原来是都被这贱人偷走了。”闻言，宋楚望姣好的面容瞬间扭曲，他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尸体，揪住头发拎了起来：“来人，拿我的丹炉来！今天我便要将这贱人炼成丹药，谁也不准拦。”片刻后，药材的清香飘满了整个屋子。宋楚望正想打开丹炉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且严厉的声音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
几人连忙走出屋外，正对上于嫣冷若冰霜的脸。宋初望笑着迎了上去，小心翼翼地对女人弯腰跪拜，撒娇道：“师尊，人家这不是在宗门里太无聊，带着师弟师妹们随便逛逛吗？随便逛逛，随便逛逛就能擅闯结界。”于嫣骤然冷下脸：“你可知我们问剑宗的规矩？擅闯者剥灵根，逐出宗门。”他沉声开口，一时间，几个修士们都被他这副冷酷无情的模样吓到了，不敢说话。唯有宋初望依旧晃着他的胳膊撒娇：“那又如何？师尊如此宠我，舍得将我逐出宗门吗？师尊，仅此一次，初望下次不会再犯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”他轻轻贴上女人宽阔的脊背，双手不安分地在身上游走，只觉得师尊今日格外焦虑，却不明白是为什么。于嫣清冷出尘的眸子在一群人身上来回扫视，最后落在几步之外的院子里。“你们可在此处见到了什么人？”“没有。”有修士答道，“只是师兄与我们处置了一个偷溜进来的人。”“偷溜进来的？”是。于嫣的心略略安稳了一些，想着此时我大概正在屋内安稳的休息，不可能外出走动。一想到我即将就要重生，他整个人就放松下来，嘴角也不自觉带上了一丝笑颜，看呆了在场众人。宋初望还以为是自己的撒娇起了作用，他再接再厉，讨好地说道：“师尊，弟子今日练了冰灵诀，等出去我展示给您看可好？不是说过不让你练习如此危险的术法吗？”于嫣不悦地抿唇，暗自检测了他身上的灵根，确认完好无损后，才淡淡地说道：“若是损坏了灵根，为师可是要心疼的。”宋初望只当自己是被重视了，一颗心砰砰直跳，几乎要飞起来。“那师尊，我们先去用晚膳，一会儿再来展示术法可好？弟子知道您要回来，可是专门做了羹汤等您享用呢。”“好。”于嫣压下眼底一闪而过的不耐烦，轻昵地牵起宋初望的手。走之前，他再三检查结界，确认完好无损后，才放心离开。实际上，问剑宗人人必过，像宋初望这样的金丹修士，更是不需要进食。但他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，恃宠而骄，日日缠着于嫣从凡间带点吃食给他。于嫣为了他体内的冰灵根，一直哄着，从未说个不字。如今几人坐在桌上用膳，旁边还站着布菜的小修士，于嫣却有些心神不宁。今日便是我肉身速成的最后一天，他此番去凡间已经攒完了最后一件功德，只差将宋初望体内的上品冰灵根抽出，作为最后一粒祭品了。“师尊，您为何不吃啊？”龙瞬间，宋初望推来一盏羹汤，脸上闪过一丝红晕。“这是您平日里最爱的白玉鸡汤羹呀。”“实际上，白玉鸡汤羹是我最爱吃的。”于嫣只是为了应付宋初望，随口胡说的罢了。“不必了，我今日没有胃口。”于嫣淡淡扫了眼宋初望，眼底是掩饰不住的急切。她已经懒得再陪这个男人演下去了，早点杀了他，复活他的紫青，然后神仙眷侣，逍遥快活，他一刻都等不了了。宋初望立刻红了眼圈，忍不住大声说道：“师尊，您今日是怎么了？怎么如此不耐烦？您这样都吓到我了。”“吓到他了。”于嫣微微一愣，突然想起我是个脾气温和、见不得血腥的男人，若是在结界内听到自己声波宋初望灵根的惨状，肯定会出面阻止，到时血腥的场景一定会吓坏我的。他定了定神，随口找了个借口：“你方才不是说练了冰灵诀吗？不如去为师房里展示给为师看看吧。到时自己掐个静音诀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剥去他的灵根。”但宋初望一喜，脑中飘过各种成人画面，是什么样的展示法，竟要展示到房里去？想必师尊定是垂涎自己已久，现在憋不住了。今日处理掉那个贱人，果然是对的。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下，宋初望挽起于嫣的手，几乎将整个人都贴在女人身上，缓缓回了房。一进屋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脱下一件外衫，里面是形状完美的8块腹肌。可于嫣却心不在焉，她的目光时不时飘向窗外，落在结界的方向。就在宋初望连声催促下，他才缓缓回过头，像是刚看到屋里还有一个人般。他双手掐诀，一道凌厉剑锋划过宋初望。宋初望一声闷哼，被划破的肌肤晕开一片红晕，衬着黑发格外显眼。师尊，
他凄厉地叫了起来：“我是初望啊！我知道啊，初望，为师眼馋你的冰灵根许久了。”持剑的女人笑了笑，眉眼一勾，便生出几分春风轻拂之感。可在宋初望眼里，却好似地狱阎罗索命。他吓得遍体生寒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：“师尊，虽然我是极品灵根，可您是天品啊，您怎么会突然间？”他扶至心灵，像突然想到了什么：“您肯定是因为今日我处置了那个脏东西，责怪于我，是不是？师尊，您是不是怪我手段残忍？可我是太爱您了才会这样的啊。”他抱着于嫣的腿，哭着哀求。可下一秒，女人的脸色一变，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。什么脏东西？他似有所感应，匆匆提起宋初望，连滚带爬地来到了结界内。进入结界，他直奔我的屋子，可里面空无一人，只有一顶还冒着热气的炉子。人呢？他环顾四周，目光沉沉地盯着宋初望。他的声音低沉，细听之下似乎在颤抖。宋初望不敢隐瞒，跪下磕头，哭着说道：“师尊，这屋里没有旁人。我们来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与我长相相似的凡间男子。他不折寸缕，又口出狂言，说自己是您的夫君，简直是大胆妄为。于是弟子便擅自替您将他狠狠惩治了一番。弟子发现此人偷了宗门内几十种上好草药服用，便将其炼成了丹药，想送给师尊。”说着，他讨好地指了指旁边的炉子，还幻想着于嫣能夸奖他。但此时的于嫣神色瞬间苍白，她整个人颤抖起来，双目猩红，死死地盯着炉子。随后不顾一切地生生打开炉顶，颤抖着手疯狂地翻找。她跪在地上，泪水已经汹涌而出，手边的动作却丝毫不停，任凭自己的手被烧焦，也丝毫不敢减慢。跪在地上的宋初望看见这一幕，哭着上前抱住了他的身子：“师尊不可啊，这火会将您烫伤的。我们冰灵根最是怕火了。”面对他的哭求，于嫣置若罔闻，她满心满眼都是炉内我的尸体，哪怕整个人都被真火烫伤，也强撑着在翻找。听到动静的其他修士纷纷赶来，看着眼前一幕，纷纷倒吸一口气：“师尊这是何意？不过一个凡人男人，虽说长得与初望师兄略有相似，但到底是个上不了台面之人，死了就死了，您又何必如此大动干戈？是啊，虽然今日师兄手段残忍了些，但师兄也是因为爱您才下此手的，您就饶了师兄这一回吧。”宋初望哭得梨花带雨，卑微地哀求道：“师尊，从前您对我的好，您是不记得了吗？您喜欢他哪点，我照着学就是了，您别生气了。”一群人轮番上阵，劝说于嫣，可她却没心思搭理，只顾着一块块将我的尸体拼凑起来，终于将我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人形尸。于嫣抱着我的尸体，看着我脸上的血泪，像那日一样嚎啕大哭：“子清，我守了你100年，你怎可如此狠心？你怎能不等我？既然你身死，那我于嫣也不独活。”他说着拔起剑，一剑就要捅上自己的胸膛。一旁的弟子惊呼一声，连忙拉住他：“师尊，万万不可！”于嫣却反手拉住他，双目猩红：“你去将宗门内的问心花拿来，这问心花只能救治重伤之人。”那人明显有些为难，可这蠢东哦不，师公已经死了。哦，下一秒，一柄长剑没入他的胸膛，于嫣将我的尸体揽入怀里，下汗滴在发髻上，神色眷恋：“他没死，若是他真死了，我定让你们全都给他陪葬。”问剑宗禁地，几百名修士在此处来来回回，血水接了一盆又一盆。宗内不过10朵的问心草，被于嫣用了9朵，可治愈的不过是我肉体上的伤痕。我的魂魄早已脱离躯体，逸散在空中，静静地看着他们。最后一朵问心草用尽，于嫣抱着我，一刻不停地看着。可是一炷香后，我仍旧没有动静。有妖修再也忍不住，颤颤巍巍地说道：“师尊师公他确实已经死了，这草不管用了。”下一秒，他便被于嫣一剑捅死。于嫣神情冷漠地擦拭剑身，双目冰冷冷地扫过在场众人。我向天道发过誓，此生子清死，我也不独活。若你们害死子清，我定让你们通通都给他陪葬。他这么一说，其他一休哪敢再说谎，纷纷低头就职起来。
屋外，宋初望看着这一幕，一颗心紧紧地提起来。他没想到，一向冷情冷心的师尊，竟为了这个低贱的男人，连杀2名同门，这可是大罪。师尊如今是疯魔了不成？一旁与他交好的女修低声说道：“师兄，你别紧张，我看师尊只是一时气急罢了。”气急？是啊。女修侃侃而谈，像师尊这般大能，都不喜欢别人挑战他的权威。你今日擅闯结界，惹了师尊动气了。他不是气那个贱人，是气你呀。要不然，他怎么不责罚你，反而大动干戈地救一个死人呢？这一切都是演给你看的呀。听完他的话，宋初望豁然开朗。他挺了挺胸，语气有些傲然：“我就知道师尊早已爱上我了，怎么舍得这么怪罪于我？”他深吸了口气，大步地进了房间，满目深情地勾住了女人的手。师尊，初望已经知道错了，您就宽恕了弟子吧。长夜漫漫，先和弟子回房怎么样？他还美滋滋地做着被于嫣宠爱的梦，却不想下一秒，一道剑影将他一击毙命。于嫣冷淡疏离地抽回剑，冷冷地拨出了他的灵根，笑容苦涩：“子清，这养了5年的灵根，我就替你收着了。等你睁眼，我亲手给你。”其他人见大师兄被害，纷纷面露惊骇之色。可碍于于嫣的实力，个个都大气也不敢喘，眼观鼻鼻关心地做自己的事。他们低着头，并没有看见于嫣腰间的本命剑已经阵阵嗡鸣。感受到主人滔天的杀意，他早已忍耐不住，企图出来饮血杀戮。10日后，有路过问剑宗的修士，纷纷被眼前这一幕惊得站不住。天下第一大宗问剑宗，竟然被人屠了满门。宗门长老于嫣站在尸体堆边，手持长剑，浑身是血，只觉得天地空荡荡的。那人吓得大呼一声，下一秒人头落地。随后，于嫣收回了手中长剑。他转身慢慢走回结界处，那里已经被他布置成了婚房的模样，喜烛、交杯酒、婚床。他将我腐烂的尸体缓缓放在床上，安静地躺了下来，吻上我的额头。子清，等我。说完，本命剑应声而出，温柔地抹了他的脖子，鲜血流了满地。于嫣带着笑，缓缓合上了眼。又是一个10年，从前的修仙界第一大宗问剑宗早已落寞，如今是百家争鸣、修仙繁华的时代，人人都渴望修炼的道，正道成神。因此，凡间也发明出了一种擂台赛，但凡打赢比赛者，便有机会加入宗门，稳定修仙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今年的状元竟然是一个人类男子，并且他有一只灵宠仙龟，刀枪不入，动作迅捷，但看修为起码在元婴之上，实力深不可测。在看清男子样貌的一瞬间，看台上的几位修仙长老坐不住了。这男子长得竟和当年的问剑宗长老于嫣一模一样，应当是老身眼拙了。且不说于嫣本尊是名女子，更何况她早已在屠戮宗门时引路自尽了。说的也是，但是像，真是太像了。几个长老议论纷纷，为了争抢一个凡人，差点打了起来。大比结束后，我找了处厢房休息，顺便给兜里的于嫣喂了点吃食。于嫣懒洋洋地眯起眼睛：“子清，你为何要参加宗门大比？一向修仙，自然。”我淡淡的点头。当年你把肉身让给了我，自己却龟缩在灵兽身子里，我怎么舍得如此于嫣？一晃又是100年，也该轮到我报答你了。一人一龟坐在楼阁瓦片之上，遥遥望着月亮。若是有路人经过，必然要惊叹一句仙人之姿。于嫣轻轻蹭了蹭我的掌心：“子清有心了。若是以兽身陪着你一辈子，我也愿意。只是子清所求，我定会回应。今后可要一起好好修炼呢。”